还有许多与英美商业机构有关的人物，由于有念旧之情，经常送食物、衣服进集中营给他旧时的上司或朋友，后来获得报答的也不少。其中有一个英国人，战争停止之后到香港来创了很大的事业，经常一起。当年有一个李某，虽在后方，但不断托人送东西给他。战争结束之后，李某即到香港来，这个英国人不但给他一个居处，同时劝他买地。李某本来也很有钱，在经这位英国人的帮忙，就在弥敦道买了10块很大的方正地皮。上海人拥有地产最大最早的就是这位香港名人。被关在日本人集中营中的英美人士极受虐待，别的情况我不详知。有一位友人汪军亲眼见到过2个西人被日本军人剥光衣衫，站在烈日之下，又从集中营放出2条大狼狗。日军一声呼喝，2条大狼狗就向西人扑过去，咬着他们的大腿，一块血淋淋的肉被咬了下来，好像吃牛肉似的大嚼。执行这种酷刑的日军咧开了血盆大口，拍掌大笑。汪军不忍卒睹，回头便走。集中营的伙食初时每餐都是一个饭盒，日本人称作便当，后来改为一个饭团。西人当然吃不惯，何况其中有不少是资产阶级大班经理之流，对这种伙食真是难以下咽。但是不吃的话，又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充饥，所以后来日本投降之时，这些西人由集中营出来，个个都瘦得像骷髅一般，有些连路都不能走。我想到在对日开战之后的第3、第4年，美国人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，中国人呼吁不要再供废铁给日本人，可是美国人睬也不睬。战争最激烈时，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，令中国军事当局束手无策。后来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虐待，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。冒牌洋货多人致富，从前英美商品在上海销售，多经注册，中国人谁也不敢制造冒牌货。自从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，突然间冒牌洋货充斥上海市场。最滑稽的是，上海一般人吸烟，多数吸英国货20支装的白锡包和绿锡包，普通的人则吸大英牌、强盗牌。中国香烟如大连珠、美丽牌、金属牌，销数总是落后甚多。生意人的脑筋动得很快，在短短的10日中，就有一种包装形式仿佛20支装的白锡包的香烟上市，名为高乐牌，烟味很过得去，一时销行极广。凡是稍微体面的人，怀中总有一包。这家烟草公司不久就发了大财。隔了不久，形如绿锡包的香烟也上市了，这家公司也发了不少财。大戏院和英美烟草公司大楼至于洋酒，本已断档，不知怎么在短时间竟有大批洋酒上市。从外表上看，与真的无异，但是一打开瓶口，就觉得活酒气味极重。后来晓得这种酒的瓶子是真货，不过里面的酒却完全是假货。当时俄罗斯人专做这种生意，真正饮酒的人都弃而不饮，上当的都是一些向来吃不起洋酒的暴发户。战事持续到第6、第7年的时候，上海人所谓花旗橘子及香港所谓金山城酒已吃不到了。那时节新贵极多，个个有财有势，一般人就以此当面讥笑他们，说是你们尽管有钱，却从没有吃过花旗橘子。被讥笑的新贵们也奈何他们不得。上海南京路，上海人俗称大英大马路，
有一家生发水果铺，老板一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要吃4个花旗橘子，所以他把数十箱花旗橘子寄放在茂昌冷藏站中，准备自己享用。后来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升商韩正想吃花旗橘子，到处访寻，德西生发老板藏有数十箱，他一面用钱，一面又用势力去威胁他，要他转让几箱，结果每箱以每斤100元成交。所谓一箱，就是现在装花旗成有孔的纸盒而已。那是大鹰牌香烟价格低廉，拉黄包车的人多数吃这种烟，冒牌货不过出现了几个月，从此就绝迹。因为那时不但烟草缺少，而主要是卷烟的纸，上海人叫纸圈，价格涨到战前价格的几10万倍，所以冒牌货也无法再出了。囤积纸圈的人比囤积烟叶发财更大。谈到囤积，除了纸圈之外，就是白报纸。本来每令此地叫做1年3元左右，这是价值，我也记不清楚。总之要到几万几10万元，囤纸发财的人，人称纸老虎。囤钢铁的人最倒霉，日本人认为是军用品，用极低代价收买，所以发不了多少财。囤铅皮的人却冷门独出，个个成为富翁。唯有奶粉和糖是假不来的，因此囤积此种货品的人，虽然囤的数量不多，也赚了不少钱。西药这时已缺货，于是有不少人趁机专门制造假西药，包括针剂、药片、药粉等。从前606、914两种西药是医治梅毒的，这时几乎全是假货，但是在战争期间寻花问柳的还是不乏其人，一次次注射这种假剂，仍然梅毒大发，因此送了命的也大有其人。最可恶的商人把白色的药压成药片，冒充金鸡纳霜，令患疟疾的人越吃越糟。但是做这种假药的人，因为销售量大，所以发了大财，其实大丧道德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最发财的人就是颜料商人，所以抗日战争之前，有无数商人都向德国订购大量颜料，因此存货充裕，只在币值崩溃时赚到的都是币值上的利润，所以这场战争中靠颜料发财的人并不多。